到了頭中間一看，他一個眼睛生着，一個眼睛閉着。當打開棺椁的一瞬間，一雙淒涼的眼神映入所有人的視野裡。專家也被這一幕驚呆了。埋葬在地下2000多年的女屍，竟然還有保存着光澤。在場的專家立馬腿軟，嚇得根本提不起雙腳。我就上鋪了，已經軟掉了。就是個周館長，他死活不讓用，怎麼可能呢？專家驚呼：“快點蓋上蓋子！”專家怎麼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這難道是千年不腐女屍嗎？從畫面中可以看到女屍的肚子微微隆起，像極了正在呼吸的樣子，但女屍肚子上明顯有刀口，難道2000年前就有剖腹產這樣的手術嗎？專家難以置信。那麼女屍在生前到底經歷了什麼？為何死去多年還有猙獰的面容？為了一探究竟，專家鼓起勇氣走進千年不腐女屍現場。她的遺骸中還能發現什麼珍奇異寶呢？在中國2000年的封建歷史當中，男尊女卑佔據着大部分的時間段。在一個家庭裡面，男主人無論經濟地位如何，都可以凌駕於女人之上。而特別是有身份有地位的男人，比如一個地方的士紳階級，更是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3妻4妾，左擁右抱。這一點在蘇州的一個1男4女合葬墓裡面得到了印證。此外，在這個墓葬裡面出土了一件特別的定情信物，不單單制作精美，更讓人看出了這個男主人富有的生活情趣。而從歷史價值和經濟價值來看，這件定情信物都具備着極高的價值，由此這件金鏟也成為了南京博物院的镇馆之寶之一。當時剛好處於新中國成立不久的1954年，因為各地發展經濟，所以大搞建設。在這個過程中，不少的古墓就被意外地挖掘了出來。而在蘇州的郊外，一片軍工建設要地剛好位於一片亂葬崗上面。當時的駐地部隊想要在這附近修建一座炮兵訓練營，但是在開發建設的情況中，部隊發現這附近的墓葬數量龐大，而且不少都是保存完整。想到這裡，該不覺得這片墳地會不會存在珍貴文物？於是部隊領導迅速通知了當地的考古部門進行查看。一開始，考古部門挖掘了30多座古墓，本以為可以找到什麼有價值的文物，但是這片墓葬大部分是平民的墓葬，出土的瓷器和鐵器文物價值十分一般。但是就在繼續挖掘之中，一個讓人驚喜的場面出現了。一座規模頗大的墓葬出現在考古隊面前，該墓存在主墓室和耳室，在這片亂葬崗上面算是一個很大的亮點了。在進一步的清理之中，考古隊先是在該墓裡面發現了40多件文物，從明朝的青花瓷到玉器應有盡有，並且這些文物制作工藝十分精美，相關的文物價值頗高。這樣的發現讓進行考古工作的人員頗為興奮，全隊上下一致認為，在主墓室，特別是墓主人的棺椁之內，應該存在更有價值的文物。於是在把主墓室的棺椁打開之後，考古隊相繼發現了5具明朝的古屍，從性別來看為1男4女。在進一步的認定和研究之後，考古隊認定這是一家5口，也就是這4具女屍在生前都是男墓主人的妻妾。而從家庭構成來看，能有如此規模的家庭成員，基本在生前也是非富即貴。而在清理的過程之中，很快一件文物的發现讓考古队上下都感到十分的興奮，因為原本就在打開棺材以後，有眼尖的工作人員發現白色的骷髏上面居然發射出幾道金色的亮光，細看之下，之間一只發光的怪蟲正趴在頭骨上面。於是在場的人都感到十分的驚奇，怎麼密不透風，放置了幾百年的棺椁裡面怎麼還有發光的蟲子？於是在场的工作人員感到十分的驚奇，想要伸出手去捉这只奇怪的虫子，但是在把手碰到这只虫子之後，考古队員發現這只奇怪的蟲子居然一動不動。於是乎，考古隊員把這只怪蟲拿到眼前仔細地看了起來，頓時
眾人都被眼前這隻所謂的怪蟲子給驚呆了，因為這不是什麼蟲子，而是一隻金子制作的蟬。從外觀來看，這隻金蟬雙翼微開，身子傾斜，嘴巴略張，像是在蟬鳴。進一步的細看之下，這隻金蟬下面的樹葉紋路清晰，質地溫潤。金蟬和樹葉甚至可以說得上珠聯璧合。在相當的震驚之下，考古人員立馬把這隻金蟬上交。在得知發現了如此的寶物之後，相關的鉴定工作立馬開始。當然，在事後，這件寶物馬上被定了性，成為了國寶。它也有了一個正式的名稱——金蟬玉葉。在進一步的鉴定和研究之中，發现這件金蟬的含金量居然高達95%，並且下面的玉葉材料也是相當的珍貴，採用了出自新疆和田珍貴的羊脂白玉。除了材料的相當珍貴之外，金蟬的制作工藝也可謂算得上巧夺天工。金蟬的長度約為2厘米，寬度為0.8厘米，厚度也有0.6厘米，整個金蟬的重量為4.65克。在金蟬的制作工藝上，採用各类压模、薄葉延展、焊刻等多種的工藝，整件文物在造型上構思巧妙，妙趣橫生，讓人嘆為觀止。相關的精美制作工藝，那麼這件制作精巧的古物為什麼會出現在墓主人的頭上呢？根據事後進一步的查詢資料來看，這篇墓葬並不是先前認為的亂葬崗，而是明朝蘇州地區一位士紳，也是一個進士的家族墓地。這位進士生前叫做張安琬，一共娶了4房妻妾，而在這裡面，他最喜歡的是最小的爱妾衛氏。雖然當時兩人年齡差距20歲，但是阻止不了張安琬對於這位嬌娘的喜愛程度。這件金蟬玉葉造型的髮簪，見證了兩人的感情。而從另外的角度來看，蟬又較之了。這件寶物從寓意來看，也有金枝玉葉的意思，象徵着子孫滿堂、開枝散葉。最終，這件可能是女主人生前最喜歡的物件，在身後被自己帶入了墓地，伴隨自己在地下。在幾十年過去後，這件寶物目前保存在南京博物院，也是南京博物院最重要的镇館之寶。